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我们都以为中日之战，川普介入之后会稍稍降温，但你看到高市还是没有要退，言论还是没有收回，而中国更是紧追着高市追着打，而且叫什么？你赶快把你言论给他收了回来。大家想问，为什么还没有办法降温呢？今天日媒给了一个答案，他说什么？来，你看到这个标题，他说为何中国政府对高市发言不耐？台湾发生战争情况，中国仅2种情境来取胜。原来它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美国智库的一个兵推的报告里面，这个兵推报告里面写得很清楚，他们兵推了24次，结果解放军输了22次。这种悬殊的这种比例之外，他唯一赢的2次是什么情况？第一个，美国他没介入；第二个，今天日本中立，他没有把基地给美国来使用，这就凸显一个很大的问题。你今天中国不是跟大家讲说你是世界的强国吗？你的军力不是非常强吗？你的解放军人数非常多，甚至你的航母，甚至你的潜舰，你的武器非常多。但是今天只要有美国，今天只要有日本，你的胜率基本上就是0。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好；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会加入我们的讨论中。是从《华尔街日报》今天他写了一大篇，他的标题耐人寻味。他说：“中国霸凌日本，给世界上了一课。”这上一课是什么？今天全世界都已经看清楚你中国的嘴脸。中日之间呢演变到这样的局面里面来说的话，越来越多国家还有越来越多民众站在日本这一边。反过来的话，中国是越来越孤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目前为止，中国没有回头路啊。你知道，根据这个日本前驻中国大使垂秀夫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因为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搞到今天的局面？因为这是习主席亲自部署的嘛，他决定所有的事情，没有人能够拦得住他，没人拦住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等于是他用他自己的想法去做，然后这种想法去做，所以他会搞到这一次呢，全世界都几乎是被中国上了一课。为什么？你看，这是《华尔街日报》讲啦 ，The lesson of China's Japan bullying， 就是说中国对这个日本的这个霸凌，让全世界学到了什么？他学到了什么呢？他说，没有人希望在台湾问题上面发起冲突。对，《华尔街日报》就说，究竟谁才是挑衅的那一方？谁？中国吗？而且他写的非常非常白哦，你看到哦，来，我们看到这一段。北京再度动用经济胁迫，企图让日本首相来晋升，这对国际社会是恶兆，凸显中共一旦拿下区域的海上掌控权，恐怕动辄诉诸经济手段，恐吓周边甚至更远的国家。你今天怎么去弄日本，你有一天就会怎么去弄我们的那种感觉。没错，他的文章还写到什么呢？他说日本并没有意跟这个核武大国中国开战。对，那但是北京侵略到让日本别无选择的时候，东京可能会被逼到那一步。所以就说，事实上。这个目前为止，高市早苗的民调居高不下，其实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你中国逼得太紧了嘛。因为中国在东海、台海还有南海的扩张行为，让日本无法忍受。日本选择公开表态，其实是为了沉默已经无法换取和平。所以就说，事实上对高市来说的话，或是对美国来说的话，你不能够再沉默了。然后有美国、日本跟台湾联合起来，你要侵犯台湾，基本是0的。对，没错。为什么中国对这个日本的态度这么的在意呢？因为很简单，这根据2023年呢，当时的这个 CSIS 美国的这个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他们有经过一个所谓兵推。兵推里面来说话，有非常多的这个情境，非常多情境里面来说话，有22种的这个情境是中方被打败，那只有2种的话是中国赢了。那中国赢了是什么时候？中方赢了呢？中国赢只存在2种状况，一个是美国就不来嘛，美国不介入，那当然是这个台湾一定输嘛，对。另外一个是日本采取中立之后，拒绝让美军使用这个在日的基地的时候，美国也会输。所以美国只有2种情况会输，第一个是美国自己不来，所以没得表现；第二个是美国来参战，但是日本没有站在我这边，他就输。其他如果美日联军的话，22种状况，其他中国都是输。所以简单的说，中国目标就是不要让日本来参战。对，日本只要一参战，美国一来，这个中国就输，我就没有胜算了啦。所以才说嘛，有日本的参战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非常生气嘛。日本有事就是台湾有事的时候，也就是说，台湾有事的时候就日本有事，表示日本又要参战。日本要参战，他会跟美军一起战，尤其是他对高市讲，高市不是讲了一个状况吗？就是说，万一这个美军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们也要加入战争嘛。所以这个就是习近平不愿意看到的地方嘛。所以你看，马上人民日报就开始，你有9个中罪啊！哇塞，这厉害了，对9宗罪，对，什么
严重挑衅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啊，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啊，严重伤害中国人民，还有反法西斯同盟，还有各国人民的情感啊，严重倒行逆施，为军国主义招魂啊，严重误导日本民众啊，然后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还有国际法啊，严重违背这个国际关系还有基本准则啊，严重威胁地区的整个和平稳定啊，严重践踏人类正义良知。等一下，最后一个也太过分了。对，他讲这句话是践踏人类的正义跟良知。对，所以呢，他要讲。他要你收回嘛？问题是越讲越辣，太荒谬了。越讲越辣的时候，你觉得高市有可能会撤回吗？当然不会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因为他亲自出来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跟你讲，习近平就只会强硬啦。他就是我赢的时候，我就绝对强硬到底。所以他现在强硬到目前为止来说，他现在反而让大家觉得什么呀？在中国方面就是说的外交施压啦、军事恫吓啦，然后经济抵制等复合威胁，让日本国安还有幕僚第一次体会到台湾人的日常嘛。所以，我们等一下，这句话也太悲哀了吧？对，第一次亲身体验到台湾人的日常。对，那他误判，为什么误判？第一个，你看他误判说，川普现在在这个贸易谈判，他可能没有时间管，因为川普根本就不想管。另外，他以为高市上台之后呢，他可能民调我这样打下去，他民调会低。可问题是有低吗？没有低，还在往上窜。第三个，他以为是台湾呢是这个岛链安全是日本还有相关国家的核心利益，他觉得不是，就没想到他们就是核心利益，无可挑战的生命线。对，所以等于是说台湾海峡是只有中国还是日本还有美国无以挑战的这个生命线，所以等于是误判。好了，误判的时候我就讲，中国想要这个下台阶，事实上他们一直都想要找下台阶。第一个就是高市你收回这个所谓的言论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些事；另外一个就是找什么？找他们的外务省，在外务省茂木，你看，这是前一阵子凤凰卫视的记者问这个茂木敏充，他说什么？日本政府是否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吗？对，我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吗？对，然后结果你知道吗？茂木敏充说什么？我想我的理解跟李女士的理解应该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他完全不入套，所以等于是他一直这样问，一直这样问，一直这样问。那结果他就是不要说出什么台湾是中国内政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他不讲这个，讲得太好了。对，所以等于是用这样的方式让中国人他没有一个台阶可以下。那也就是因为习近平他目前为止真的也没有台阶可以下，所以双方就硬杠。硬杠了之后，我想闹出越来越多事。这几天大家在讨论什么？滨崎步啊，对，滨崎步，你看滨崎步自己不是在网络上就 po 了吗？你看滨崎步他就直接讲了。他自己写的非常清楚嘛，尽管场馆内座位空无一人，对，但是我还是把这个所谓的演唱会给完成。对，结果没想到，你看中国还说什么啊？他唱的是假的。你看现在中国网络在一片倒，那个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唱，根本就没有唱，根本没有唱，他就是意图这样。我到底看了什么？到底听了什么？然后马上就有一个人出来道歉。这个人出来道歉是什么？他就说有一个叫做赖中龙的，他怎样？他说：“哎呀，我是这个拍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我没想到我是把这个彩排的画面呢，这个 po 到网络上，然后就有滨崎步在现场录制一个人的演唱会作为这个说明，然后结果没想到大家转发的时候，造成外界的误会，他跟大家道歉。这已经夸张到致歉人还要亲笔签名的，所以到底多严重？所以就是告诉你什么啊？这个滨崎步都没有唱，他是彩排而已啊。然后这个影片也是彩排，他没有唱。”就大家就说，那到底怎么回事？就有网友就说什么，滨崎步本人 IG 就发啦，难道他还是自己骗自己吗？然后他就说他是彩排，对不对？他说，彩排还穿这个全装，然后还穿战袍，还一直换衣服，然后这是露营嘛？因为我们一般彩排都是穿比较休闲的，就比较 free 的，谁会穿成这个样子？对，而且有时候彩排灯光也不会真的打成那个样子啊。他说，既然取消了，那为什么要彩排呢？就莫名其妙啊，对，他就。已经取消，干嘛彩排？所以这就显然不是彩排，它是正式表演嘛。对，连中国民众都说这个好像有点说不下去吧，这个有点太夸张的一个状况嘛。好，那我就讲，目前为止来说话，就很多人就说，你滨崎步真的有 guts。为什么？他那个我们昨天不是说吗？他在这个中国的时候，他一直发，他演唱会结束，对不对？在 IG 各方面一直发我们台湾的这个报道，发那么多，就没想到人家就发现说，你滨崎步厉害哦。因为他发这个台湾媒体的时候，他人还在中国境内。滨崎步的老板，这个松浦圣人，事实上我们就讲，这个松浦圣人是滨崎步把他捧上去当成老板的哈。他都说什么？他在上海演唱会了一晚，一切都在无声的状况下崩塌了，感觉好像在杀鸡儆猴一样，好可怕。看着这个大人们被逼到角落的画面，只要一触碰就会令人颤抖。这几天简直像活在电影般不真实。当局在最后一刻才下令取消，只能接受。你看他把它讲出来了，就是你取消的啊。对，那取消的话，结果没想到，你现在去问这个中国的外交部说，你去问我们这个不知道，你去问这个主办单位这样一个状况，对啊，那我就讲，因为他这一次办的演唱会地方在上海，
那过去我们都认为，上海是国际都市嘛，对不对？然后上海会重视所谓契约精神嘛，就没有重视契约精神，然后你就把这样恶搞这个所谓滨崎步，所以大家就说，你这个等的是神操作啊，把上海的这个形象一次搞垮的一个状况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中国网友怎么说呢？中国网友说，我以前根本不知道滨崎步是谁，那他这一刻变成我偶像，那因为他用了这个优雅给荒唐一记这个响亮的耳光。等于是很多网友反而觉得，你有 guts， 你厉害，对不对？所以石总，这是件很夸张的事，这是中国网友说的。他们现在把滨崎步当偶像，是啊，我没有听他的歌，是，但因为你是这样做，我把你当偶像，等于是你等于是我们抗中抗习的一个代表，我觉得这不止是抗中，它是个符号嘞，对，它也不止抗中抗习，这个是人类应该做的事情嘛，你本来就这个，你干嘛无缘无故取消我？你这样子对我不利，对不对？好，那你看。还有人就说，那中途这个断电强制终止营修也是假的嘛？就指的是这个大规的，他讲的人家也是假的嘛，对。然后还不让人家商演办演唱会也是不对的吧，对不对？那肯定是好的，为什么不让人家办一点契约的精神都没有嘛？所以你看，连中国内部都有自己这样子的反省的声音，对不对？对。但是问题是，习老大听得不听得到？当然听不到啊。所以他们到现在都还在熬，就已经知道自己错了，结果他现在还硬要熬之后。现在局面弄得更难看了，对，没错，你到底何必呢？对，没错。那结果没想到还有很多这个日本的议员呢，想要配合中国，想要套这个高市的话，所以又引申出新的风波，就是高市早苗说的嘛。他说，我们在这个旧金山合约的时候，日本已经放弃了关于台湾的一切权利还有许可，所以日本没有立场对台湾法律来认定，就是台湾法律到底属于谁，他们没有立场认定啊。结果没想到中国就生气了。中国就说什么所谓旧金山合约对中国非法无效的，中国从来没有承认，引发这个他说我们从来没有承认，他也没有认。赵和，如果旧金山合约这个中国不承认的话，那表示什么？台湾地位未定论，对，台湾地位可能还要回到日本的身上，难道是这样子吗？所以他们等于是当然他们从头到尾都不承认，但问题是你这个人家合约都已经是签好了，这个国际上认定了，你现在你看你这就摆明了你又是不符合契约精神的一个状况，好。就没想到，人家引来什么？引来就很多这个日本的这个国会议员就开始笑啊！为什么？因为你看到中国国防部说什么啊？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能力、有手段击退任何侵略者，如果日方越界自取灭亡，将付出沉痛的代价。哇！你看他讲成这样，好，那因为这个旧金山合约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看前日本的东京的这个他足利议员他就说什么？他叫松成丸，他说。倘若旧金山合约无效，代表台湾目前为止属于日本的，那直言中国的说辞根本是自掘坟墓。他用自掘坟墓来形容中国。对，你看他呢，这个墓穴这个的掘，他就讲这样，对，自掘坟墓。自掘坟墓就是这一段。那好，那有讲你解放军跟我们日本呛下，他说什么？中国是个弱小的国家，只会懂恐吓还有威胁，最弱的狗叫得最响。他们甚至一想到反击的可能性就惊慌失措，真是个可死的国家。他们一开始就不应该武力介入台湾。对啊，日本只是要反击啊，你攻击我，说日本反击啊。好，你看他这几个字，叫日本弱虫的国家。你看啊，中国弱虫的国家，那之前讲啊，你根本很弱啊，对不对？就这样。好，所以这样，现在为什么越演越烈？你看啊，这个高市讲的这个旧金山合约。然后这个台湾地位未定，就没想到中国说，对我们也不承认，然后所以现在可能日本就说，那难道这个台湾地位是属于这个日本的吗？大家都吵成一团的时候，就没想到中国又抛出另外一个，什么琉球地位未定论，所以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就要挑动冲绳是谁的？对，他们你看，他们还访问什么冲绳原住民啊，然后遭到什么日本的殖民统治啊，然后二战之后没有。如其他主权国家恢复独立啊，所以就开始说，这个冲绳是未定啊，冲绳搞不好也是中国的。好，所以这样，现在玩到现在为止来说，你觉得有可能会善了吗？玩到目前这样的这个状态之下，那为什么玩成这个样子呢？因为主要就是习近平在后面指挥嘛。对。那习近平当然就是以他当然没有什么契约精神啊，他就是蛮干硬干到底啊，强势到底啊，所以搞到目前为止来说，我觉得他这一次真的把霸凌日本的，我们过去台湾被霸凌，对，但是没有人在意，但这次是日本被霸凌。我相信透过日本被霸凌的过程中，全世界才会慢慢知道，原来台湾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就长期受到这样的欺负。宇轩，现在日本完全没有退让，不仅高市没有退让，他的民调非常高，这代表什么？从人民到官员都是挺他到最后什么？我看不起你中国，我看破你中国。你看到这个人，宫家邦彦，他是立命馆大学的客座教授，结果他教大家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指南，结果里面也太酸了吧！这个宫家邦彦可不简单，为什么？他过去被封为说日本首相的大脑，他曾经在外务省工作过，待过包括驻中国大使，包括驻埃及，
驻伊拉克，换言之，中东、中国跟美国他都熟，所以这样一个40年的老外交官呢，讲中国，我们讲绝对不为过。他说呢，第一个，台湾跟抗日对于中国来讲是重中之重，换言之就是他们的阿基里斯腱，你只要轻轻给他碰到一下、踩到一下，马上气得跳脚，而且呢不会轻易妥协。再来，如果他们的名声受损哦，这个玻璃心的来，然后他们就会失去控制，逻辑也行不通。对，来各位，刚刚赵说。这个东西叫什么？说太酸了，但是照啊，基本上中国现在不就是这样子失去控制啊？他不就是啊？我们搞错了，失去控制啊！我问你，你去你朋友家，你跟你朋友相处，你什么时候会去把他家总开关给关掉？就你已经失控了嘛？太坏了！不然你怎么去关人家电灯嘛？那很奇怪，小朋友吵架踩脚趾头。来，再来被激怒之后呢？哦，各位哦，悲伤5阶段哈，我们到第3阶段了哈，需要很长的时间。中国呢才能够恢复理智，所以你看嘛，他们到现在他还会继续关灯，他现在还在排泄他的出口嘛，不断的每天在那边军演内宣，对不对？而且这段期间呢，最重要让他们认真考量到对中国的不利之处，所以他这跟讲一个概念哈，中国呢吃硬不吃软，也就是说，当他今天威逼你的时候啊，你如果跪下来，他只会扔头轻棍，但是呢，你如果也跟他硬起来呢，搞到最后面中国会开始算啊，日本如果抵制我半导体出口怎么办啊？日本这个样对我的经济会不会有损伤啊？他会开始算嘛，所以如果说它的损害到一定程度呢，它可能就会停止，但是。中国最麻烦是什么呢？到第5阶段，他终于要认错了，终于要我们讲退让了。他道歉哦，他不会道歉，为什么？妥协也麻烦，因为他们要面子。中国人每个人都面子啊，给我个面子啊，给我个台阶啊！你要给他面子跟台阶，他才滚下来。这也太难搞了吧你？我跟你讲，真的就有一个实例。这个人是谁啊？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日本外务省官员是不是跟中国外交司一个小司长刘劲松，小流氓？对，他手往插口袋哦，嚣张就怕人家呢。结果现在呢被日经新闻报道说，这一咖后来呢跑到这个我们讲的大寮这个地方，然后跑去干嘛呢？找日本的企业说啊，给我回啦，我保证你们在中国待得很安心，待得很好。最后面你知道什么？还有一个。爱的抱抱，还抱抱，爱的抱抱，你前面这样子呢？我天哪！我心里说你是手插着口袋抱吗？怎么抱？手插口袋怎么抱？你有办法抱吗？我受不了这种咖啊！那中国还把他奉为英雄，好不好？小象道歉，但是我跟你讲，日本是真的硬起来。你像佳能，对不对 ？Canon， 我们之前讲过，印表机5万台在中国啦，跟你讲说不干就不干啦，甚至是呢，整个很多日本企业都要来跟你报告一个概念，就是说好。你现在抵制我们，但是对我们来讲你中国比中东还难搞，中东国家也没有像你这么复杂，所以呢，我们宁愿把风险转嫁，因为做生意最要求的，包括契约精神，它是一个概念，稳定。包括我们的台积电，我们的半导体就是稳定，我们可以稳定输出。他说你这么不稳定，我找替代的嘛。对，我去澳洲啊，我去美国啊，所以你知道吗？以前都叫做中国加1，现在呢，日本的这个采购顾问坂口孝者发明一个叫中国加 N。哦，你想说好棒哦，加 N 不是加很多吗？不是 N 是 no 的意思啊，就不要去了，不要去了。加 N 就所以这是完全都硬了起来了。对，但我跟你讲各位，现在攻守易位了，你知道什么叫攻守易位吗？日本企业主动比如说我们像可国美这个东西大家每天在吃饭都拼命挤。对，番茄酱最有名的嘛，他说我放弃中国市场，而且拒绝新疆番茄。你不要以为说他这是小动作，新疆的番茄中国的番茄占全球35%产量。等于说它是最便宜、最大宗、最大量，而且你要算运输，对日本来讲呢，你要不用这个东西很困难。但是呢，可我们早就已经我们讲了，开始慢慢的去逐步的去降低它的份额。为什么？他说因为中国有这种所谓的人权问题、新疆问题，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它现在进口占比不到1%。对啊，它早就已经完全断开了。对，而且你看他说我们讲包括麒麟啤酒，我都想大家知道的。麒麟啤酒是什么？我们台湾是不是 7-Eleven 啊便利商店一大堆？麒麟啤酒有跟你讲说我们现在呢要从中国跟缅甸市场这边慢慢撤出，而且他们先前是有跟中国合资的后来就是碰到之后都觉得这些家伙根本不能碰。当然他们现在说我们要主要把业务呢转到海外去，结果你知道讽刺的照而来了你知道中国现在呢是怎么样吗？他们对日本是不是跟你讲很凶？地方政府是不是中央都要求你全部都要挺堵？没有，跑去招商。真的假的？真的他跑去日本招商不是很凶？对啊，每天在骂人。对，我想他表面上他要这样骂，他跟你讲说发动战争啊，你福岛河水我都不要了，然后煽动大家这个怎么讲仇视情绪。结果呢，趁着人家不注意的时候呢，江苏、四川、广东飞到东京。
大阪说来啦，来招商啦，日本优惠啦，那个是中央的意思嘛，我们地方政府没有管那么多嘛。这是日本江苏总商会发的哦，对啊就是在这里面你在那边招商，自己过去哦，不是叫日本不是生意人来。不能去吗？对啊，那他就说，哎呦，我们需要你们日本企业缴税啊，还有一些提供就业，不然我们各位，你记不记得地方政府连薪水都发不出来？我们常常讲这个事情啊，结果你知道吗？连电商也是一样。跟你讲说，这是最近中国列的哈，我们有避雷清单，绝对不要买这些东西，什么 SK-II 资生堂啊、代科啊、DHC， 我们全部都买妹。结果私底下他们跟你讲说，其实没有啦，因为中国消费者对于日本品牌还是比较有信心，所以你知道吗？他们在抖音、小红书表面上在我们讲抵制日货，私底下跟这些厂商联系说，你们东西我们帮你想想怎么样代理的策略，我还是要跟你代理。然后呢，我们想帮你怎么由黑洗白，帮你呢这个混入这个市场。所以对他们来讲，对日本是一种依赖。不可能说呢，说切就切。表面上呢，中国看起来呢，我们讲了耀武扬威，事实上只是外强中干，大街骂人，小巷道歉。嘉龙哥，我们刚特别提到《华尔街日报》里面，他特别用了这个标题，他说中国的霸凌，日本给世界上了一课。但我们刚刚有特别看到一件事情，上一课给全世界看到的是，你中国根本就是一个跟流氓一样。但同时什么？他这一次完全踢铁板了，因为你刚刚讲，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不管在兵推上面，不管在经济上面，还有在什么上面，甚至在外交上面。他完全低估了日本，甚至低估了高市早苗了。中方的那个回应看起来就是误判，一大堆的误判。他对日本误判，对，然后他对高市早苗误判。你看中国人很喜欢讲什么小日本，对，看不起日本。他没有意料到日本现在至少在东亚地区是跟中国可以对着干的一个强权，区域性强权。中国号称是全球性强权，可是他低估了日本。然后呢，现在日本把台湾的问题讲成是他的一个国家安全核心利益，因为海上空中的运输线经过台湾到日本嘛，能源啊、那个农产品啊、各种材料啊、设备对运输嘛，东西进来，日本制造完之后，制造品出口出去，日本是这样的一个经济体，所以海上运输对他很重要，台湾对他很重要。然后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日本人全部都懂嘛，根本不用解释。这是日本人的基本常识嘛，然后所以呢，他高市早苗的言论是把日本人放在心中的那个基本看法讲出来而已，对，他没有夸大然后呢，他讲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台湾有军事冲突或者被封锁等等了那么日本呢，根据判断，如果界定为存立危机事态的话，可以启动那个集体自卫权，根据日本的宪法跟安全保障相关法律，他这个是在叙述一件事情，算是客观叙述可能的情况。然后呢，中方跳起来，因为这些叙述的背后真正隐含一件事情，就是美日安保条约实质上纳入台湾。中共对这件事情跳起来，对，然后呢，这就承接安倍那一句话嘛，对，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那安倍想把这件事情扶上来，然后呢，高市早苗接着发挥。接着展开根据日本的宪法相关法律，日本是可以做这样的回应然后呢，接下来那一句话就是人家是问说，你认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时候才涉及说日本的介入是不是干涉中国内政嘛？对，那台湾是不是中国一部分？他才回答，根据旧金山合约日本已经放弃台湾的主权，没有立场对台湾的法律地位讲话嘛？是这样来，这样的回答也是就事论事嘛，平铺直述，对，并不是夸大的那个演说嘛。然后呢，问题是这样子，中共又跳起来，他们气死嘞。对，为什么？因为讲到旧金山合约，就等同于刚刚提到了，就在讲台湾地位未定论。对，而这件事情等于在否定一件事情，一个中国原则。对中方来讲，这个是刺激太大，然后刺激太大的结果，你看他的反应很失态。为什么？因为讲台湾、讲日本。这是什么？这是军国大计这个层次，国家安全这个层次。然后你看他怎么回应？他去找日本艺人的一个演唱会的场合去搞事情，对，不对，不成比例嘛。人家在谈的是军国大计嘛，你在玩一个把人家那个演唱会给人家那个给人家断电，给人家停了，修理人家了，对，不成比例嘛。你这种应对，这叫什么？这叫小流氓。小流氓，就是你给我好看，对不对？我在你面前摔瓶子，就类似这种话。对，
不成比例的反应了，你知道？那这个呢，以前叫战狼外交，现在搞成这样的话哈，小流氓的那个做法，我把它称为巨婴外交。巨婴外交，现在变成巨婴了，就是撒泼了啊！这哪里像大国？这哪里像文明国家？完全不是。所以他已经不单纯是不遵守合约啊，没有讲信用，不值得信任，他整个形象崩坏。所以不只是这样，他现在自己陷入麻烦，因为他碰到的日本高市早苗首相讲这些话是就事论事、平铺直叙，并没有夸大或者扩大那个延伸了哈。然后他的激烈回应反而让高市早苗叫做正中下怀。二战结束80年来，日本一直是被美国实质上军事看管。对，想要重新武装，办不到；想要国家体制正常化，办不到。对，现在机会来了，这是80年来日本得到最好的机会。现在美国会接受日本重新武装，捆龙锁要打开了。对，你看现在要日本把国防预算提高到 GDP 5%，先经过2%、3%到5%。等于是接受日本重新武装。其实美国要日本的国防预算将来多少知道吗？10%。对，美国只要求2个国家国防预算将来要提高到10%，GDP 的10%，一个日本，一个台湾。对，然后呢，现在美国等于同意日本重新武装，美国等于会同意日本修改宪法、恢和宪法哈，还有呢那个无核3原则，就是说核共享。安倍时候提出来的核共享什么意思？让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的核武器，不是我日本搞核武器，是你美国把核武器部署到我的领土，根据安保条约来。对，结果这个核共享，德国一听以后说，德国说我也要，我的领土上可以让美国来部署核子武器，所以你会发现日本80年来才等到这个机会，谁给的？习近平给的。对。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